修测试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找谁？我们要先找高点。你看啊，这个本身高，我已经把它高点消下去了。来，再来看一下，先去把高点消下去，再看一下厚度啊，厚度还是蛮厚的，还可以。再去把高点找一找 ，OK。先消高点，当高点消低了之后，我们进行前后两边的延伸。看这啊，是不是跟后面进行衔接？衔接，这里跟我们的高点进行衔接了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，然后是前面跟我们的前面指尖的位置进行衔接。好，是不是现在很清楚？我们只做了中间这个位置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侧线，侧线刚我们拉过了 ，OK 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个位置跟我们的侧线整个去给它进行包裹式的打磨。这就是打磨机修行的这个位置，来看啊，整个用它的身体看，这一段上段，但是不是头啊，中段的这个位置，中上段的位置进行打磨。这个时候修行要扶着修，不能往下压，扶着修只是修不平滑的位置。哎，对，找平，轻轻的蹭。因为这个打磨头特别锋利，然后轻轻蹭就排血力非常强。打磨头的排血力很重要，丝滑感很重要。丝滑感，听，丝滑感是这样的，但是它的排血力特别强，看到了没有？啊，这个是一个有一层残的一个打磨头。好锋利，看起来。对，就不费劲儿，你要轻轻的，它就排血力就特别强了。你看我们的事实上我们的说话声音都比他的声音要大，对吧？然后把反面的这个位置给它打磨掉。好，看一下。就是越丝滑它越不会发烫。好。看一下侧面是不是比刚刚要好很多了？好光滑呀。瘦也瘦了，然后整个它的厚度全部降低了。这样明天我们再去做建构的时候，你才有余地，否则你的太高了，你纹夹本身就高，又做了那么厚，对不对？这个厚度你看，你捏都捏不动它，它不会回弹。好吧，你看这个也是的，它底部的拱度不够拱。用到的这个是专门的 C 弧啊，这是小 C 弧的，我们的梯形或者说是椭圆形底部的打磨的头。用它的中后部的为受力点，把它的拱度打出来。打完了之后，再去把它的顶部的直线给它磨一磨。磨的时候不要去带，就在这里这样子磨，这样磨的不会出现这个斜角。好，来再看一下，它就有了，对吧？需要再把这个地方的棱看到了吗？把这个棱给过一下，其他就可以。好，下一个。它的中后部呢是用来打磨这个底部的拱度的，那么它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打磨底部的这个阶梯。我们在打磨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左手要扶着客人的这个指腹的位置，把它往上提，提上了之后，我们在打磨的时候要画圆，就是朝着整个指腹的形状去画圆。按照画圆的形式去打磨的话，就不太会容易出现把两侧的 AB 点给打裂开的这种情况。你看它特别干净，对吧？来，首先这个形状像一个大的这个瓜子一样扣上去，不太对啊。然后底部，像底部它本身胶很厚，这种的话我们要先打底部。我们先观察一下，它要做椭圆形，我们要求起始点和收尾点在一个高度，大概它是差不多的。那我们先去打底部，底部的这个差不多要求的这个形状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做上面。
我们用的话，用的是这个专门用椭圆形和梯形用到的这种打磨头，是打底部的。把它直接往外拉就可以了。它出来就是椭圆形需要的这种形状的底部滚部。需要注意的时候，在使用打磨头之前，一定要用酒精把你的里面的浮胶擦一下，否则的话会塞胶。两边给它拉出来，拉直了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底部滚度差不多了啊，当然是太平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滚度。然后翻上面，我们来看上面的是高点太高了，而且高点跑到这儿来了，我们是甲层中心位置是高点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打磨。如果说它胶比较厚，我们先用这个就是留一层的这个打磨头去磨一下，把大的胶磨掉，厚的胶磨掉。先去确认高点，你修型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认高点。来侧面看，你看削下去这么多了，好，这个高点，这个高度摸一下 ，OK， 差不多了。我们把它往前面去延伸，让它进口袋的感觉。这边也是往前面延伸。好，接下来它就比较瘦了，然后我们换一个稍微小一点的，这个是精细的修型头。好，一样的，我们把它的这个弧线找好。这个弧线过去，不要有鹰嘴的感觉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修一下底部形状线。底部形状线太直了，拉直了之后往上面去有一个荡秋千的感觉。什么叫做底部形状线？来过俄麦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俄式延长最重要的是锋利的形状线，它使得色胶和封层在不包边时，也能让甲型显得修长和高级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底部形状线呢？顾名思义，它是决定延长甲形状的线条。以大家常用的椭圆形为例，侧面的直观感受是这样的，即所有的延长形状都是在直线的基础上进行变形的。所以先拉直线，再荡秋千打弧度，而不是错条抵住 AB 点直接往上修，会显得弧线突兀而没有高级感，有些还会修出两侧的缺口，影响美观和牢固。因此，形状线要想显得锋利，在测试时是不能够看到切面的，像这样就缺失了高级感。在完成整个形状后，形状线需要在整体用240目以上的细砂去精修一下。如果你用的是这种锋利的红砂，那它磨下来是没有毛边的。还记得这个视频吗？形状线要高级，要清晰，它是一条非常明显的边界线，因为它的边缘线不是圆的，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形，它是一个线。那么我们在做俄式的时候可以不用包边，你在做完之后也可以再去修它，都没有问题。形状线一定要是清晰的，这个还是不错的，这个也不错。在封层后也可以用它来再强调一下形状线。你可能要问了，那底部不就有一个横切面了吗？下个视频告诉你什么是落日抛手法，怎样解决底部横切。然后这儿就有点鹰嘴，我们把鹰嘴再给它修掉。好，然后两边我们再去修一下它的形，把它拉直线，有一些
不是很平滑的地方，给它走一下，这个形状线给带一下。好，现在再看，自然，对吧？自然一些了啊，刚刚那个太直了，太扣上去的感觉。往上走一点点，但是这是一个舒缓的拉直线的做法。还有这儿有一点点突兀，来再把它给稍微走一点。什么突兀？就是这儿衔接有一点高，后面让它变得衔接更好一点。上个视频我们知道了形状线的锋利可以让甲型变得利落有型，但是会造成底部有明显切面。那么落日抛手法可以很好的弱化底部切面，让甲型边缘不仅锋利，底部也没有宽厚感。那么怎样是落日抛呢？即在精修底部形状线后，将错条向边缘以日落的方式往外轻轻带过，不仅可以将测试时的切面带掉，还可以弱化底部切面的宽钝感，达到测试时不仅锋利又高级。而锥形体测试时的切面也可以被弱化掉，它是在修行结束前的最后检查。Could you be the one?